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赴山海诚意，横店5年配角拒签于正，32岁大杨子成名，凭莲花楼走红却因失言被嘲讽。刚凭莲花楼封神，转头就劝观众别浪费会员，诚意这人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红了就飘了，连话都不会说了？很多人都这么想，但你要是知道他以前干的那些事，可能就不会这么觉得了。他这种得罪人的本事，简直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最出圈的一次，应该就是琉璃那场云歌会了。剧里甜的要死，剧外拆的比谁都快。当时主办方就想让大家再磕一下出狱夫妇，主持人拼了命的递话，让他跟袁冰妍互动一下，报一个野行。结果呢，他往后退了一大步，全程黑着脸，那表情就差写上别挨我3个大字了。谭木当时就炸了，说他情商洼地，私凤滤镜碎一地。这事闹得特别大，热搜挂了好几天，好几个品牌方连夜就把他的物料给下了。这还不是孤立。后来网友们拿着放大镜看他，发现他说话时嘴巴总是微微张着，呼吸声有点重，立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口哨哥，又是一轮全网群嘲。还有一次走红毯，主持人让他摆个帅气的男友风 pose， 他直接在原地卡机了，愣了好几秒，最后憋出一个抱拳的姿势，全场都懵了，这哪是男友风，这是要去闯荡江湖啊！他好像天生就跟娱乐圈的营业规则格格不入，别人削尖了脑袋想多点镜头，他倒好，能躲就躲，躲不掉就出糗。其实这种性格，早在他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就暴露无遗了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他参加过一个叫1年级毕业季的真人秀，在那里面，他就是个闷葫芦，不抢话，不争镜头，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制造话题，他就在旁边安安静静的当背景板。导师陈建斌都说他性格太内向，不适合这个圈子。你看，他不是红了才这样，他好像一直都是这样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一个这么笨，这么不会来事的人，是怎么一步步爬上来的？这就得说到他性格里另一面了，那就是轴，或者说是一根筋。当年他还在横店跑龙套，演了于正的《王的女人》里一个小角色。演完之后，于正挺看好他的，觉得这小伙子形象不错，想签他。那可是于正啊，当时正捧一个红一个，多少人挤破头都想搭上这条船。换做别人，估计当场就答应了，可诚意拒绝了。据说理由是他跟原来的公司还有合约，不想违约。朋友都笑他傻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他只说了一句，签了他就得按他的节奏来，我想按我自己的节奏。你敢信吗？一个还在跑龙套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演员，居然跟机会谈起了节奏。这种轴劲儿还体现在他的艺考路上。他不是那种天赋异禀，一考就中的学霸。他当年先是考了北京电影学院，没考上，又去考上海戏剧学院，又没考上。接连的失败，换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，但他没有，最后硬是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专科班。这条路从一开始就走得磕磕绊绊，全靠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硬磨。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10000小时定律，说的是想在任何领域成为专家，都需要至少10000小时的锤炼。诚意给人的感觉就是，他把生命里所有的10000小时都点在了演戏这个技能点上，至于人际交往和公开表达，估计连新手教程都没过。当一个人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一件事上时，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笨拙，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他的笨全都用在了戏里。他所谓的节奏，就是用最笨的功夫去换最真的功夫。
在横店那5年，他不是在等机会，他是在练功。最穷的时候，一天片酬80块，拍完大夜戏，凌晨2、3点，为了省10几块的打车费，能一个人从片场走2个小时回到出租屋。横店的夏天，地表温度能到40多度，他穿着40斤重的铠甲拍摔马的戏，一摔就是1天。冬天拍下水的戏，二话不说就往冰水里跳，冻得嘴唇发紫，牙齿打颤，导演不喊卡他就不上来。他说过一句话：跑龙套不丢人，丢人的是你连龙套都跑不好。所以后来我们才能在琉璃里看到那个一碰就碎的雨丝缝。网上那个花式吐血30次的梗，听起来好笑，背后全是他的玩命。为了演出鸟腰翅膀受伤后的佝偻感，他每天背着一个6斤重的钢架子练习驼背走路。为了维持角色的破碎感，他疯狂节食加跑步。一个1米8几的大男人，瘦到只有65公斤。拍最后一场情人咒发作的戏，为了找到那种心脉被冰封的感觉，他真的往胸口塞了冰袋，拍到最后人差点休克。他就是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，把雨丝凤这个角色刻进了观众心里。剧播完，他一夜之间涨粉千万，终于有了姓名。可他做了什么？在最该乘胜追击、上综艺、接代言、稳固流量的时候，他又一头扎进了莲花楼剧组，不带助理，不收粉丝礼物，被代拍追着骂他不配合。身边的人都替他着急，说他傻，他却说演员要靠角色说话，流量只是附赠品。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李莲花，一个从武林神坛跌落，身中剧毒，武功尽失，却依旧用智慧和豁达笑看人生的江湖游医。当李莲花最后在海边的小船上慢慢闭上眼睛，选择与自己的命运和解时，弹幕上铺天盖地的李莲花你别死，是观众对他演技最高的认可。莲花楼的成功让他彻底封神，也证明了他的笨功夫没有白费。所以现在再回过头看他那句别浪费会员，你是不是有点理解了？那不是一个顶流的傲慢，而是一个戏痴对自己作品最朴素的尊重。在他看来，一部戏是所有主创人员用心血浇灌出来的，他希望观众也能沉浸其中，去感受角色的悲欢离合，而不是当成下饭的背景音。话说的确实不漂亮，甚至有点不过脑子，但那份对作品的珍视是真的。很多人说程毅就是男版的赵丽颖，一样的农村出身，没背景，一样的靠跑龙套起家，一样的曾被嘲笑土，不会说话，一样的选择用作品堵住所有人的嘴。他们都相信，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，笨功夫也能通神。他不够圆滑，不会讨好粉丝，甚至一开口就能把天聊死。但他愿意为了一个镜头翻1000个跟头，愿意为了一个角色吐30次血，愿意在所有人都追逐热度的时候，一个人躲进剧组。在这个热搜定义一切的时代里，他活得像个异类，慢得让人着急，却也稳得让人安心。